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热巴冷得瑟瑟发抖，赵丽颖骨裂，杨幂酸痛大汗，红背后有故事。没想到一向清秀端庄的迪丽热巴，在她真心实意的努力下，无论如何都会对自己的照片如此不屑一顾，所以她需要给她一个批准。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青年节目。剧中她饰演女保护者关晓迪的发展方式，因为关晓迪是守护者，所以剧中的难点异常离谱，包括海侧俯卧撑、海侧长跑、海侧仰卧起坐等，以及不同的活动，这些开发都很麻烦，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熟练的导师很可能无法完成它们。然而，更接地气的热巴却是咬牙要求开战。她从不涉及替补，但最让粉丝感到不安的是热巴几秒钟前的一幕。拍摄这一幕时正是收获季节，气温寒冷。当酋长打电话打开时，热巴迅速跳入混乱状态，进入状态，而且搬进去需要4个多小时。当她搁浅时，她冷得连说话的念头都没有。不管有没有盖上被子，她都无法抗拒不寒而栗的冲动。更让人痛苦的是，当热巴在纠缠中匍匐前进时，那条腿已经永远受伤了。这些伤一般都还好，只是缠结里的水刺鼻，开水的时候破口处会有刺心的刺痛，而热巴却一直压着，从头到尾都没有皱过眉头。凭着对平凡人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不倦，她成就了关晓迪，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模范，最后成就了自己。她的努力确实值得她的辉煌。一场白玉兰公益活动，赵丽颖背上一朵紫色的花朵，却被无数网友点赞。一张贴纸毁了整个造型，但很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这张贴纸真的是为了盖住她背部受伤。宫锁沉香拍摄过程中，赵丽颖无意中从小马身上摔了下来，被甩了5米，重重摔倒在的。她极度痛苦，无法动弹，工作人员将她送往急诊室。无论如何，赵丽颖都否认了，她担心会推迟拍摄进度。她只是推迟了20多分钟，然后又回到了拍摄状态。赵丽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真正的屈服了？既然是从外地出身的小姐姐，被拒绝、被骂、被开除，所以虽然在拍宫锁沉香的时候火了，但其实她也不会去玩这种可能性，丝毫不顾她对工作的现实。的确，甚至到了怀疑的地步。自从小马摔倒后，赵丽颖的小腹就一直在抽痛，但她却是坚定地坚持要去看专科医生，直到做完。令人震惊的是，她现在已经确定要发生严重的骨分离，因为她错过了活动的最佳时间，骨骼无法重新建立，并且可能会向后面高膨胀。不得不说，赵丽颖的惊人功力就是接触，也正是因为她不凡的投入，才赢得了一次次逆势而上的机会，让自己在异常残酷的媒体中变得强大。现场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之巅。这就是杨幂在录制电影《作者之死》时被打的情况。很多人对此都没有半点概念，其实在拍摄这个战斗场景的时候，正是杨幂女性化时期的绝佳时机。她的肚子疼得厉害，以至于她都在流汗。首领要求她利用替身射击，杨幂不服，吃了止痛药，披着威亚上阵。在这部剧中，杨幂饰演的图灵一角，从小被族人遗弃，由首领抚养长大，后来变成了高手流氓。因为图灵玩得过火的工作，杨幂也特意提前1个月进群准备。准备的时候，为了伸展双腿的肌肉，她走到盘子上，让180磅重的均只踩在她的腿上，中途踩到了超过60分钟，终于大腿麻木了。除了腿准备，杨幂还进行了侧踢、爬肩、蹲跳、斜立、侧卧等各种活动。在一些情况下，我筋疲力尽，以至于第2天无法起床。在短片真正录制开始的时候，当局长叫到活动时，对面戏里的艺人踢了他的肚子，然后直接踢了他一脚，
一脚踢开，撞在对面的墙上。你应该知道，杨幂现在正处于女性时期。她用力到了脸蛋抽搐的地步，双手捂着肚子站不起来，这才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之后，这个好东西被转到了网上，网友们看完视频后留言说隔着屏幕在为大米哭泣。距离杨幂的介绍已经过去了好久，现在的她不仅是媒体界的顶级艺人，更是身家数百万的嘉兴的人生故事媒体老大。在她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竟然还能亲自拍到如此严重的殴打场面，这种专业精神仍然让我们感到惊讶。02，电影界的演技受到质疑，王一博搭档梁朝伟，网友称是自找麻烦。王一博和梁朝伟同台演出，电影《无名》被称为第2部长津湖，这次能超过易烊千玺吗？自从王一博转战电影圈后，质疑声不断，称他是在学着走易烊千玺的路线。现在易烊千玺在丑 W 中，王一博带来了3部主旋律电影，这部国庆档一定是王一博他会成为最大赢家，尤其是他的《无名》电影更是被电影人寄予厚望。毕竟片方已经将其标记为2部长津湖，这意味着王一博再次与易烊千玺站在一起，在同一起跑线上。和上一届易烊千玺一样，这次王一博也有大咖的加持，而且还是比吴京年纪大的梁朝伟。不过王一博这么年轻就和演员同台了，而且还是2个男主的剧情，许多网友感到不安。毕竟电影人在选择王一博的时候，更看重的是他的流量，而不是他的演技。更何况他还那么年轻。演了几十年话剧的演员梁朝伟，就算是当权派，也只会被压垮。这么多人，我觉得他就是自找麻烦。易烊千玺虽然当年也是流量小生，但演技的赞誉还是比王一博强。巅峰时期，他甚至手握几部主流电影。可以说，他和吴京交手的时候完全是真的，但是出道以来就只有王一博了。《陈情令》大获成功，但他在片中的代表作太少了，能不能赶上梁朝伟的戏，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票房最终未必能超越长津湖。虽然博纳影业还在打着长津湖的旗号宣传《无名》，称《无名》是博纳中国胜利3部曲的第3部，但网友们是否真的会为秦清淮买单还不得而知。要知道长津湖一开始的票房有多高，这在电影史上几乎是罕见的，连成龙都忍不住羡慕50亿的票房。但要知道吴京的票房号召力，在战狼系列之后，很少有人能与他抗衡，那就是陈腾能还是跟他一争高下。连周星驰票房最高的美人鱼也只有33亿，只有长津湖的一半。而这一次无名氏，虽然王一博带着梁朝伟一起出演，但梁朝伟的票房号召力确实不是特别强。虽然获奖无数，但票房从来没有像周星驰那样高。可以说，这一次片方想要复制易烊千玺、小清新儿和老演员的合作模式，拿下票房的双重保障还是有点悬。毕竟王一博不是易烊千玺，梁朝伟也不是吴京。不管王一博能否超越易烊千玺，王一博依然是这次国庆档的最大赢家。毕竟除了无名之外，还有天空之王、温暖等，几乎都是搭配老戏骨，比如天王中的胡军和周冬雨。天空还有热血中的影帝黄渤，可以说乐华对王一博是非常支持的。但这一次，王一博国庆档的真正对手不是易烊千玺，而是王俊凯。王俊凯的《万里归来》也是很多人期待的电影。他和张译搭档，对撤侨题材的演绎与战狼相近。而王俊凯作为流量小生，也开始混入主流影圈。虽然已经离开易烊千玺，但王俊凯的出现依旧让王一博的影坛竞争异常激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03，迪丽热巴、龚俊安乐传奇发预告，期待古偶实现吻而远。近日，由90后年轻艺人迪丽热巴、龚俊主演的古装剧《安乐传奇》的首支预告片已经发布，
让这部作品受到了无数的关注，被众多观众寄予厚望。虽然古木偶剧的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唱衰的声音，但似乎以网络文字为主的古装玄幻作品的内卷化似乎越来越严重。尤其今年上半年，迪丽热巴与任嘉伦美人鱼主题作品《初识君》的整体口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很多声音开始吐槽剧中的假肌肉、CP 的匮乏、糟糕的拍照体验、片场的粗心，让这部《初识君》一落千丈。舆论的漩涡。但毕竟作为一流的影视题材，历史木偶有吃一大批老中老年观众的好处，注定不会再被遗弃的资本手段。可以说，从长远来看，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历史傀儡问题绝对是最有可能被人熟知的领域。这也是很多已经成名的年轻艺术家在剧本的选择上一直在看重历史木偶这个话题，不愿轻易放弃相关作品的本质目的。从本次推出的《安乐传》首发预告来看，整幅画的照片依旧十分大气漂亮，提供者也很用心。同期展出的奇界交流海报还发现了男女主角化妆照的惊悚，处处透露着一种古色古香的体验。当然，一个地方看不到整个豹子，无论是预告片还是化妆海报，从一个侧面或浅层次上，你可能最有效地识别出这部特别著名的历史木偶杰作，并且这些画的特殊影响可能是什么。毕竟，他仍然希望正是他可以在预定的发布之后进行。由于画作《安乐传》本身存在一定的距离，通过网络大作家星令的方式与黄晶相距甚远。在故事形态上，基本保留了原画的情节，并进行了适当的增删改查，突出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线。女主任安乐通过迪丽热巴的方式表演，她的真实身份成为了皇帝亲族的创始人嫡子渊。女主化名任安乐，背负着自己亲人的仇恨，掌控着自己的势力。她通过宫俊的方式遇到了现代王子韩烨，并被喜欢，并将成为王子的工作人员。在任安乐智慧的帮助下，韩烨王巧妙地破除了科举舞弊案，惩治了贪污赈灾的官员，拿下了自己的亲戚圈子和美国的大义，因为最高优先级。随着女主嫡子渊身份的曝光，在男主韩烨的协助下，嫡家亲戚圈的冤案变得平淡无奇，圆满收官。可以说，《安乐传》的大体故事形态相当清晰，男女主感情线的提升也出奇的流畅，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剧本。如何将女主的正义、智慧和智慧的深刻体验，以及男主内心深处的深情和痴情融入曲折的剧情中，这一切都绝对是生在里面的两个年轻演员。90年代考试。不管怎样，我期待这部《安乐传》的早日推出，也期待迪丽热巴和宫俊签约势力，承载一种非同凡响的历史傀儡新画。